我手拿电笔在这里测了2个小时，我在等一个故障。一个网吧，几十台电脑，从昨天开始，这些漏电保护器不定时的跳，一回跳这一个不跳了，就开始跳下边的这些漏电保护器，还不定时的跳那几个，就这么神奇，跳一次能跳好几个。每一次跳完闸，他们用电笔测零线都带电，整个零线排带电，然后测火线，红线这一项电笔不亮，其他2项用电笔测都亮。现在我测的是都好，他们用万用表测的各种电压都正常，380、220都正常。他们说不定时的出现，有的时候1个小时，有的时候2个小时，有的时候半个小时。头我来5分钟之前跳了一次，瞬间又好了。这种情况我修过，一般是火线接地，但是哪里的火线接地呢？他们说拉掉电闸以后，测的电闸上面的火线红线不亮，那就排除了它下边电路的问题。现在都好了，那怎么查这个故障呢？我倒是希望它现在出现这个故障，让我看一下。这种现象我个人判断是主线的原因，跟他们家的插座电路没有关系。那我猜的对不对呢？所以我要去上一级电闸看一看。这就是上一级电闸。昨天他们说在这测也是零线带电，然后测的红线这一项火线用电笔测不亮。像这种情况直接拉掉电闸，他们说把负载都拉掉，零线还带电，那还得去上一级电闸看一看，是不是这个电缆主线有问题呢？主线的那一头接哪去了？主线接这来了。把配电箱门打开，哇，这么多电闸，这个就是他们家的电闸总闸。他们说昨天也来到这里测量了，说测的这一个主排红排上面电笔都不亮，当然现在测都是亮的，但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一定是他们家的线路出现接地，那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红线用电笔测没有电呢？电缆线都是走到地下，然后接到了每一栋楼。他们说前天有挖掘机在附近施工挖地，会不会是把电缆线给伤了呢？所有的猜测都是徒劳的。找一下它的火线和零线，这个是他们家的零线。我就说如果他们昨天出问题的时候拉掉这个电闸，就是断开这个总闸，只需要拿电笔测一下，拉掉电闸以后，上面的零排电笔还亮不亮，就能确定出是不是他们家主线的问题。现在测哪都亮，都好使，所以也看不出来是不是他们家主线的原因。这头拉掉电闸，我把它的主零线从零排上拆下来，都怀疑是他们家的线路有问题。那我就测一下它的主线与大地与地线有没有漏电接地。测的灵活主线对地线都不漏电。带摇表了，这是摇表摇一下，主要是测红线这个火线对大地的绝缘。从摇表上看，这个线很好，对地绝缘很好，这个主线是没问题的。3根主线都没问题，绝缘很好。现在是测哪都正常。电压、电笔测量都正常，它如果能出现一次故障现象，我就能判断出是哪里的问题。他们说送上电以后，所有的电脑都打开，基本上就是1个小时一跳，出现一次这个红线电笔不亮。那我就等你1个小时，等这个电笔不亮的时候再找故障原因。我在想，如果主排电笔不亮，如果是别人家的电路有问题，能拉闸测试吗？物业说不允许，不能断电。我这么测也不是个办法呀。他们说昨天总闸上面的红线都用电笔测都不亮，总闸上面的进线那是从上边下来的呀，上面是变压器，这种情况也不能怀疑是变压器不好啊。在不拉闸的时候怎么能找到是谁家的原因呢？光靠电笔测是不行的，可以用钳表去测电流。如果火线对地线漏电，那么它的电流会有变化的，电流会大，但是大到什么程度现在不知道。
现在每家的用电情况都不一样，电流一会大一会小，总电流才40多安，用电量不大。现在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等这个故障出现，等这个电笔不亮，就像等女朋友，多么希望它快点出现呀！一边用电笔测，一边用钳表去掐，就是红色这一项，每一家的电流变化，谁家的电流突然升高，或许就是谁家的问题。就这么来回的测，把这上面所有的线路，这个配电箱所有的主线，它电流的变化差不多都很稳定，就看哪一路线电流突然升高。还有没用电的，像这些都没有电流，我是戴着手套用电笔来测电的，也是能测出来的呀。这也是没有办法，这一等就是近2个小时啊。故障现象能不能出现呢？在我测电的时候，我发现下面有块电表，上面写着物业，这里有个 IA 老是闪是什么意思？ IA、IB、IC 是电流有问题吗？这个我观察了好长时间，没懂什么意思。如果测它地线的电流能不能测出来呢？如果漏电是对地线漏电，地线上会带电流吗？如果是对大地漏电呢？所以我感觉测地线上的电流没什么意思。整整2个小时，电笔终于不亮了。你看，测这些都亮，电笔是亮的，测红一项不亮，终于把你给等来了。电笔不亮，测一下它这一项电流，比刚才高了2安，刚才14点几，现在16点几。测的上下都不亮。拉掉他们家的总闸，然后再测，上面不亮。再测下面，下面是亮的。拉下电闸为什么还亮呢？零线排是亮的，零线排带电，这是因为零线的回路反馈到火线上了。来测一下每一家的电流有什么变化吗？赶紧测。他们说有时候故障就那么一会儿，几秒钟，然后马上又正常了，所以我得赶紧测这几项的电流。用电笔测总闸是不亮的，这一项不亮。其他2项电笔是亮的，零线排是带电的，这个故障现象还在。还有一家没测，这一家红线 7.9 安，刚才我测了2、3遍都是没有电流，突然有个 7.8 安，会是他们家的问题吗？我想拉闸试，物业不让拉，谁家的闸都不让拉，但是我基本上确定这一路有问题，因为它的电流突然有了，刚才是没有电流的，10有8九是这个电闸的问题。这个电闸是谁家的电闸呢？自从它这一项显示有电流以后，这个故障现象就出现了，所以我认为是这一路线的问题。这路线就是物业的电表出来的，是物业的电路。刚才看它这个 A 项在闪，是不是 A 项有问题啊？那就确定一下，拉下它的电闸。现在电笔测不亮。哎，好了，好了，有点。哎，好了。那家是，我就说是这一个能测出来。咱活的有点了。我给他一说，我也啊，没电流了。哎。现在他，现在是好的，现在他有个设备在用电。好了，现在好了，给他送上了。你得看他哪个设备在用电行了。去物业看一下，一定有一个设备在用电，用电的时候就出问题。总闸不是漏电保护器，所以说线路有漏电它不会跳。它这个设备是3项设备，定时开关没有开，和这个没有关系。唯一开的一个水泵轻微的漏电。来到泵房看一下水泵，拉掉电闸，测一下水泵漏不漏电，标准100到头。只有水泵会过一段时间就打水，水用完了就打，一打就漏电。而它总闸还不是漏电保护器，水泵在地下怎么会漏电呢？
找到了这个水泵，在地下，看一下电线有没有问题。从这能看到这个水泵的电线，这个水泵电线勒得太紧了，绷绷紧，看一下是不是它的原因。差不多，这个地方好像破皮了，很明显露出铜丝了，就是红线这一项与井的这个管道碰在了一起，所以这一项一开就接地。把水泵往上提了大概20公分，这个线就没那么紧了，做好绝缘。原来下边垫了个这个东西，这有一个小口，线打铁了，然后我用电缆皮垫了2层。物业他们先用着水，这个线他们要处理，可能要换泵。谁也没想到是个水泵的线造成的那项火线接地。这样线路都正常了，直接合闸送电。现在水是满的，打手动启动一下，看看出不出水。水泵运行没问题。这样我就完成了这个故障的检测和维修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指点。